都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规矩还是那个规矩，只要是满山跑足了8个月，没喂过1粒化学饲料的纯良土鸡，我陈潇说80一只，绝对少不了你们1分钱。哎呦，小子就是咱们村的财神爷呀！可不是嘛，这漫山遍野跑的鸡，满山吃虫子吃籽儿，本来就不费啥饲料钱。到日子了，一只稳稳换80，这好事儿打灯笼都找不着。就是。王婶、张叔，话我得说在前头，这80块钱买的是你们不喂饲料、不打抗生素的良心。咱们是签了保底收购合同的，我城里的客户都是最高档的月子中心和私立医院，要的是极品补身子的走地鸡。谁要是敢为了催生偷偷喂激素药水，别怪我陈潇翻脸不认人，直接拉黑。哪能啊？你放心，咱们桃花村的鸡比野山鸡还精神。小子，要不是你退伍回来给咱们兜底，我这老骨头早病死了。你的规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替你守着。李叔，下个月你家后山那批也该出栏了，别心疼粮食，继续喂玉米，给我留好。强哥，这陈潇真特么有钱啊！全村这2000多只出栏鸡，他这一把就掏了小20万现大洋。这当过兵的是不是脑子有坑？给这帮泥腿子发这么多钱？脑子有坑，他比鬼都精。你自己睁大狗眼看看！我操！这市第一月子中心采购单，极品走地散养鸡一只280块。昨天老子骑摩托悄悄跟着他的冷藏车进了城，亲眼看到人家采购经理给他结账，280块一只，连根鸡毛都不剩，当场全给他包圆了。他转手给咱们多少？80，一只净赚咱们200块的黑心差价。2000只鸡，他陈潇一天就吸了咱们40万的血。我去，这孙子拿咱们当猴耍呢！咱们起早贪黑，累死累活在山上喂了8个月，大头全让这王八蛋一个人白吃了。这群傻子，被人抽了筋还在帮人数钱呢。凭什么他上下嘴唇一转，跑跑腿就能赚暴利？老子今天非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不可！他陈潇别想再舒舒服服的吃独吞！都他妈别数了，都停下，全都不许装车！大家把眼睛擦亮，看看眼前这个吸你们血的活阎王！赵强，大家正在结账，你在这儿捣什么乱？捣乱！老子今天是要替全村人讨个公道！陈潇，你少在这装活菩萨！你真以为大伙都是好骗的泥腿子吗？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这是我昨天跟他的冷藏车进城，貌似在月子中心后门拍到的单据。看看你们手里那可怜巴巴的80块钱，再看看这单子上的字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写着极品散养土鸡，单价280块一只。什么280块？张老三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一只鸡能卖280？陈潇，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城里买280鸡，手里就只给80，一只鸡你硬生生偷了我们200块的血汗钱啊！吸血鬼，黑心肝的畜生啊！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，回村里搞什么包收保底，原来是把我们当免费的苦力使唤。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喂鸡赶黄鼠狼，提心吊胆干了8个月，大头全让你个小王八蛋吐出来！退钱！还在给我上！对，把我们的血汗钱吐出来！冷链运输的折损算谁的？市里最高标准的检疫费算谁的？为了打通顶级月子中心的渠道，我垫付的300万保证金算谁的？我承担了所有的市场风险，给你们稳赚不赔的保低价。现在看终端是我抢了你们的钱，放你娘的检疫屁！什么个破扣拖车技能要几个邮费？乡亲们，咱们不能再当冤大头了。既然他那么这鸡，绝对不能再按80卖给他。大家别冲动啊！咱们可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的，小子也是为了咱们好，没他这渠道，咱们的鸡在镇上连40块都卖不出去呀！李老头，你个死绝户，你懂个屁！滚一边去！陈潇，从现在起，老子今天把话放在这儿。第一，咱们村的鸡你必须按200块一只收，剩下的80就算给你跑腿的油钱，咱们够仁至义尽了。第二，以前我们卖给你的那些鸡，全是你坑蒙拐骗弄走的，你今天必须把这1年多来的差价连本带利全给大伙补齐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拿出现金补上这笔差价，你这车轱辘连带你这个人就想转出桃花村半步。让我补差价，还要按200一只收。陈潇，你他妈疯了！小兔崽子，你敢撕合同？今天不把差价拿出来，休想出这个门！不让我走，让我补差价，还要按200一只收。你们不是在这大山里待久了，做着一夜暴富的白日梦，把脑子给憋坏了。我陈潇回村搞保底收购，是看在大家同乡一场的份上，想拉大伙一把。山上散养折损率多高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你们只看到了单子上的280块钱，觉得我赚了黑心钱。行啊，嫌赚的少，
行，这门生意我还给你们。我跟桃花村的合作彻底结束，以后你们地里的鸡爱为什么为什么，爱卖给谁卖给谁。就算你们真能卖1000块一只，我陈潇也绝不眼红。但是从今往后，我陈潇一只也不收。以后你们的鸡，它饿死、病死、烂在山里发臭，也别来求我。乡亲们，不收我们自己卖，没有这世界上赚差价，我们直接包车去城里，全村一起发大财，每家每户都买小轿车。强子说的对。再说了，离了他张屠夫，我们还不吃带毛猪了，我们有的是鸡，还把城里的大老板不抢着要。就是滚出桃花村，不服差价就赶紧滚，别等我们发财了。把门打开，你们想发财，我成全你。但如果今天谁敢扣我的人和车，算骗财的普法拘禁和敲诈落什么罪名？到了时候，你们这辈子就只能在牢里吃鸡了。让他滚，咱们留着发财的宝地，别让这个黑心鬼沾了晦气。开门！呸！什么东西？小子，你等等，混账！叔知道他们猪油蒙了心，叔不跟他们说。小子，我后山的500只鸡都是严格按你教的法子养的，一点杂事都不喂，你不能不管叔啊！李叔，放心吧，我陈潇做事恩怨分明，只要你的鸡干干净净，按规矩养足了天数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80块一只，我派专车来收，不会差你1分钱。哎呀，叔听你的，叔就认你这个理。老不死的东西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开车去隔壁清水村。老板，这帮人真疯了。不过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那2000只鸡的缺口怎么跟月子中心交代啊？交代什么交代？那群白眼狼这一年真以为280块钱那么好挣，真以为散养鸡靠追求吃产量和速度，他们什么丧尽天良的捷径都敢走。不出3个月，桃花村这块牌子就会彻底烂在大山里。陈老板，哎呀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把你这尊财神爷给盼来了。王村长，客套话咱们不说，我的规矩你在电话里也应该听明白了，80块一个保底，绝不拖欠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清水村的钱没那么好赚。你说你立什么规矩，我们清水村就守什么规矩。第一，纯山林散养，绝对禁止圈养，每只鸡的活动范围必须达标，让它们有足够的空间寻找虫子吃。第二，严禁使用任何工业饲料、促生长剂和抗生素，只能捕食少量的玉米和草籽。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从鸡苗进山的第一天起，每只鸡都要带上我定制的溯源脚环。一旦发现脚环破损，或者抽检发现肉质不达标，整批鸡我一只不要，还要追究违约责任。有这芯片，哪只鸡吃了啥，跑了多少路，城里的大老板扫一扫全都知道，谁也别想弄虚作假。能做到，我们就签合同，一起赚钱；做不到，我现在就走。能，绝对能！陈老板，清水村穷怕了，绝对不会像桃花村那帮白眼狼一样短视。谁敢在养鸡上做手脚，砸掉全村的饭碗，我王长贵第一个把他赶出村去。乡亲们，吸血鬼陈潇已经被我们赶走了。从今天起，桃花村的鸡我们自己说了算。他陈潇能卖280，我们就算少个零头卖200，那也是之前2倍多的利润。强哥说的对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我宣布，合作社今天正式成立。我赵强厚着脸皮当这个董事长，刘大麻子当副董。大家散养的鸡都集中起来，统一管理，统一找大货车进城。等到中秋节旺季，我们全村人家家户买大奔，买大奔，买大奔。老东西，你就守着你那几只破鸡，穷死吧！强哥，这可咋整啊？这帮鸡一天到晚在山上瞎跑，上蹿下跳的，跑的全是一身紧实的腱子肉，连2两肥油都摸不到。这大半个月了，一点膘都没长，有的反而还瘦了。强哥，要不我们喂点苞米？喂苞米能长几斤肉？那得花多少钱？有了，强哥，啥高招？这帮鸡为啥不长膘？全是因为在山上跑着，把力气都消耗了。你想想，那些大型养鸡场是怎么养的？全都用铁笼子关起来的。只要把它们关在小笼子里，不让它们乱动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那肉还能长不上来。强哥，这不就成圈养了吗？陈潇之前可是千叮咛万叮嘱过，散养鸡绝对不能关笼子，不然肉质就全变了，还会闷出病来啊！放屁！陈潇那是在忽悠你们这帮傻子。城里人哪分得清什么是散养，什么是圈养？买鸡就看2样，个头大不大，看着肥不肥。只要我们上哪弄那么多铁笼子？不过强哥，全村现在好几万只鸡呢，这得是一大笔钱。没钱就去借，我去镇上找龙哥借高利贷。高利贷？那利息可是要死人的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只要这批鸡能在中秋节前催肥出栏，赚回来的钱还那点利息算个屁！大家听我的，全村总动员，
把山上的鸡全抓回来，关进笼子里。我们要在中秋节前让这帮鸡体重翻倍。塞，进去使劲塞，一个笼子多塞几只，挤一挤暖和，还省地方。强哥，这味儿真冲啊！这都关进去快1个星期了，他们怎么连食都不怎么吃？你看，这不但没长肉，还开始大把掉毛了。妈的，老子买的可是镇上最好的玉米和麦皮，这帮畜生不是犯贱吗？满山跑着吃土就行，给他们吃细粮反而不张嘴了。强哥，这散养鸡野性大，突然关起来是会憋出病的。我看有几只连鸡冠子都发白了，拉的全是绿色的稀便，这怕是发了鸡瘟，咱们借的高利贷可就全打水漂了啊！不能等了，中秋节满打满算还有半个月，必须让他们给我肥起来。正常的料他们不吃，那就给他们加点猛料。强子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配好了。这批神仙粉里面有足量的生长促进剂和开胃剂，别说是鸡，你就是喂头猪，1个月都能给你催成大象。这桶里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高浓度的抗生素、阿莫林、恩诺星性，还有些违禁原料。你把这么多鸡塞在笼子里，不打架不生病是不可能的。每天把这药兑在水里给他们灌下去，我保准他们就算烂了肠子，能活蹦乱跳的撑到上秤的那一天。王老板，这药要是被检验部门查出来，那可是要吃牢饭的。再说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。办完这笔一关，去三亚旅个游，谁管他娘的抽检？干了，这药和饲料我全要了。倒肠，给老子喂！哈哈哈哈！吃，多吃点，吃的越多，长得越快。陈老板，你这高科技真是神了！我们清水村养了一辈子鸡，就没见过精神头这么足的。你看那爪子黄澄澄的，全是老茧，这肉质绝对紧实。王村长，我们做的是高端市场，赚的是认知的钱。城里那些顶级月子中心，产妇坐月子喝的鸡汤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是，陈老板说的对。最近我听说隔壁桃花村搞了个合作社，买了几万个铁笼子，准备把散有鸡圈起来催肥。可不是嘛，那个赵强就是个疯子。我亲戚昨天去镇上赶集，说桃花村拉了好几车馊泔水，还买了一批连牌子都没有的黑饲料，那味儿冲的，隔着2里地都把人熏个头。他们这是在作孽啊！陈老板，中秋可是大旺季，我们这纯散养的长得慢，现在平均才2两肉呢。我们要不要也稍微加点营养？王村长，你给我记着一句话：用心养出来的叫财富，贪心催出来的叫祸害。我们一只鸡卖280块，卖的就是纯天然这3个字。谁敢砸了这块招牌，坏了行业规矩，老天爷不收他，我陈潇第一个收拾他。不可敢，陈老板您放心，我们清水村绝对按规矩办事，就算它长到明年，我们也只喂草料和草籽。强哥，你看这只9斤4两，我的个乖乖，这哪是鸡呀，简直是长了毛的小香猪！哈哈哈哈，好，太好了！9斤4两，就算按城里最便宜的肉鸡价，这个头也能卖出天价。更何况咱们打的可是桃花村野生散母鸡的招牌。强哥，咱们发财了啊！我昨天大半夜挨个笼子摸了一遍，咱们这几万只鸡，现在最轻的也有7、8斤，短短1个星期，体重翻了快3倍。科技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陈潇那个傻逼非要让鸡满山跑，跑断腿能长几俩肉。你们看看咱们1天3顿神仙粉兑泔水，抗生素当水喝，这肉长得跟吹气球似的。我家有600只，
按平均8斤算，一只就算不卖280，卖200那就是12万呢。等卖了鸡，我先去镇上买条大3居，再给我儿子提辆大众迈腾。我看隔壁村谁还敢看不起我家？我家1200只。强哥说了，中秋节人就认大肥鸡，越肥越有面子。老子今年过年非得弄辆宝马开开。哎呦喂，这不是咱们村唯一的大人李老头吗？大家快看李老汉那几只极品神鸡，这他妈哪是鸡啊，是鸽子吧？养了快10个月，还没我家鸡一条大腿沉呢。李老汉，你那野鸡能卖几个钱？够不够你买包旱烟的？陈潇那个活阎王不要你，你就只能去镇上摆地摊喽。要不要强哥大发慈悲，赏你2瓢神药，让你家那几只鸡也沾沾荤腥？我的鸡是小，但每一两肉都是干净的。你们那种喂法是伤天害理，药下的那么猛，鸡全瘫了，那肉能吃吗？城里人是图新鲜，但人家不是傻子。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少在这眼红诅咒我们！就是活该你穷一辈子！大家别理这个老顽固，咱们赶紧算算怎么包车进城。中秋节马上就到了，得把这批极品大肥鸡风风光光送进城里的月子中心和高档酒店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算计老天爷是要遭报应的。呸！穷骨头！等老子开着大白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家那破厨房推了。陈总，久等了。陈总，您的这份样本简直让我们实验室的人都震惊了。这年头，市面上打着纯天然散养旗号的禽肉我们见得多了，10个有9个都会在微量元素和抗生素残留上翻车。但您的这是极品山林鸡，重金属残留0，抗生素及任何违禁入药残留绝对0。更难得的是它的营养成分指标，这批鸡的粗蛋白含量比市面上的普通土鸡高出了惊人的40%，而且脂肪酸比例完美，甚至检测出了极高的天然游离氨基酸。陈总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极品食材啊！主任，多谢了。这份报告就是我砸开高端市场最高壁垒的敲门砖。陈总，您今天把我们3家同时约过来，要是只为了推销土鸡，这排场可有点3位，先尝尝。好汤，人间极品。这汤太干净了。产妇和术后康复的病人要是能喝上这种级别的鸡汤，恢复速度绝对能提升一个档次。陈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种品质的货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目前清水村的产能有限，第一批出栏的极品山林鸡只有5000只，我的定价不是280，是300元一只，不还价。而且我不仅要这300元的价格，还要3位手中的独家刨牙性供货协议。从今天起，除了我陈潇的清水村绿环牌，你们的高端渠道里不能再进第2家自称散养鸡的货。300就300，只要能保证这品质，独家就独家。 3位。还有最后一个附加条款，你们也知道下沉市场的造假能力有多强，我必须提醒各位，最近有一个叫桃花村的合作社，正在用极其恶劣的手段，高密度圈养，疯狂喂食违禁抗生素和激素饲料，试图在近期向城里移生的劣质毒肉鸡。我的每一只鸡都有这个唯一的芯片溯源环，如果有任何供应商打着散养或桃花村的旗号，向各位推销没有这种脚环的大肥鸡，我希望3位不仅要拒收，还要第一时间向省食品卫生监管局实名举报，把这些食品行业的毒瘤彻底按死。 都轻点儿，轻点儿，这可都是金哥的。强哥，这死了一只啊！大惊小怪什么？几万只鸡死个10只8只的算什么？扔后山沟里去！告诉大家，今天这15000只鸡全是8斤往上的极品大肥鸡。强子，咱们这车货真能按300块一只卖出去？刘哥，你把心放进肚子里，我早打听清楚了，陈潇那个活阎王能卖280，那是他没本事。当初他在咱们村包山养鸡，还劝咱们别搞速成鸡，说什么算计老天爷的下场你们自己验。我看他就是赚不来快钱，酸得慌。乡亲们，今天咱们就在这广场上摆流水席。 大家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等强总带着几百万回来，咱们全村分红。咱们这鸡个头是他的3倍大，过节送礼多有面子，城里人就认这个。我前几天就托人给市里月子中心递了话，今天直接拉过去，保准他们抢着要。作孽啊！ 真是作孽！老天爷的饭碗哪是那么好抢的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
子，这里是高档月子中心，拉泔水的车去后门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谁是拉泔水的？看清楚了，老子是桃花村互助合作社的董事长赵强。喂，李经理，有人来送鸡，说是桃花村的。你就是桃花村的赵老板，这货是你们的？没错，就是我，王经理是吧？我这批货可是最顶级的散长大土鸡，你看看整个市面哪有我们这么肥的？平时这鸡我都舍不得卖，看在快中秋的份上，特意给你们拉来15000只，一口价300元一只，不还价。赵老板，你们这鸡没有带绿色溯源脚环吗？嗨，脚环我们这批是给老客户留的特供货，本来就没带那玩意儿。再说了，鸡好不好看个头看分量不就行了？你看这9斤重的体格，这才是实打实的好东西，哪是那些带个小环就冲高端的货能比的？赵老板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们月子中心有极其严格的验收标准。这样吧，你随便挑2只最精神的，我让厨师长当场杀1只，清炖一锅鸡汤。只要试菜过了，肉质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这15000只我不仅按300全收了，以后每个月都给你们下固定订单。好，痛快！狗子，赶紧去挑2只最肥的下来，让城里的老板见识一下咱们桃花村的实力。总，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种皮下脂肪厚度，加上这松散的像豆腐渣一样的肌肉纤维，这分明是重度违禁药物催肥的问题肉鸡，甚至连市面上最普通的合规白帽鸡都比不上。这东西要是给产妇吃了，是要出医疗事故的。老林，按我说的做，清炖，不加任何调料去腥，把它最原始的味道逼出来。既然您发话了，但我得戴上2层口罩，这鸡的味儿太冲了。我的天，这简直就是一锅毒药啊！赵老板，既然这是你们村的极品土鸡，那这第一口鲜汤，请你先品鉴品鉴。我不喝，我最近肠胃不好。你个骗子，你拿着泔水糊弄谁呢？老子干了20年厨子，见过的黑心食材多了，但没见过像你这么丧尽天良的。鸡肝肿大发，皮下脂肪全是药物残留，肉质纤维完全坏死。你拿这种满是抗生素和违禁激素的东西来糊弄刚刚生完孩子的孕妇，你这叫谋财害命！这3辆卡车，1只鸡都不许开出去。王经理，王总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这鸡你嫌不好，我降价150，不100块一只也行啊。100块，你就是倒贴我钱，我都嫌脏了我的地盘。喂，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吗？我是皇家母婴月子中心的采购总监。对，我要实名举报，有人试图向我们兜售大量严重违规使用违禁药物、抗生素严重超标的有毒禽肉，数量极其巨大，整整3辆大卡车，现在就在我们院内卸货处，人赃并获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李科长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伙人打着极品散养鸡的旗号，向我们推销重度违规催肥的问题禽肉。检疫科立刻进行活体抽样，现场快筛检测。科长，初筛结果触目惊心，恩克斯特、阿莫林等广辅抗素残留呈强阳性，严重超出安全位置，同时检出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违禁促生长激素成分。后续送实验室定量检测，数值至少超国家安全标准40倍以上。啊，40倍！这哪里是鸡？这分明就是个生化武器！这种毒肉要是让主妇吃下去，婴儿吃母乳直接就会药物中毒。好啊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为了催肥，把违禁药当饭喂，你们这是在搞养殖还是在谋财害命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啊，长官，我是被卖饲料的骗了。留着这些话跟督察说去吧。全完了。别吃了，都别吃了！强子被抓了，3车鸡全被扣了，监管局的说那是毒肉，全部销毁。咱们合作社被调查了。你说什么？全完了，1分钱都拿到，还要交罚款。时间结出的果子叫财富，贪心催出来的雕塑叫灾难。老天爷的规矩
谁也别想钻空子。